大家好，上万我聊过党媒官媒一锤定音的巨大威力。然而呢，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连最强的央视爸爸照样接连马失前蹄，给错番位。这些是是非非，黑黑白白，组成了魔幻的2022年的魔幻旅途。这个旅途上的赵丽颖，有时白马，有时黑马，让不少乌鸦嘴纷纷说错话。所以，当开年就被党媒官媒一致捧成了时代热剧的县委大院开局差评，居然让仓促上马的野蛮生长，或者说风吹半夏，成为了不二的黑马。那么赵丽颖是黑马还是白马呢？这就像先知先觉，擅长铁口的上万我看到全中国一边倒冷嘲热讽王一博社恐的时候，再次搞不懂这些人的眼睛是不是长在后脑勺上了呢？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上万我，开年就聊过县委大院，阵容的强大，剧本的暗红，国家的盖章，的的确确碾压了一切可以碾压的同类型挑战者。然而呢，赵丽颖赶鸭子上架的落伍套路，改开大剧，居然魔幻地扛住了第一波的碾压。这种黑马的体制，的确让党媒官媒也是砸碎了眼睛。这个时候，整个剧组的傲娇无以复加，所以站出来解话，实属必要。遥远的90年代，冷门的钢铁题材，正在爱奇艺播出的风吹半夏，却出其不意击穿时间，待机壁垒，引发观众对闯时代的强烈共鸣。睁开眼好好看看吧，这是个新世界了。我这么年轻，我不想赚钱，想什么？多年以后，不仅是我们的堆场、码头，我要让这一片灯火通明。从收废品赚到第一桶金，到倒腾废旧钢铁，创办钢厂，许半夏举步维艰，不断在破产边缘挣扎，又一次次通过勇气化险为夷。这是一个关于创业者们敢想敢拼的故事，他们从始至终用奋斗支撑起野心，十足的烟火气和十足的锐气，正是这部作品的动人之处。该剧导演傅东育、毛威，总制片人戴莹日前接受了记者采访，透露该剧从破题到最终呈现的幕后故事。让记者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细节是，导演傅东育说起，由于现实主义题材和改革开放好作品太多，标准太高，项目初期他有过忐忑。赵丽颖提出大家冷静48小时再做决定。我记得在第36个小时的时候，小赵给我打电话，他说只要你想拍，哪怕让自己拍不好，也不能让别人拍不好。傅东育觉得这句话非常许半夏，最后是小赵同学的勇气把我踹上了这个战线。上万我感觉从不得往生到不枉此生，这个破题相当硬朗，相当取巧。风吹半夏改编自阿奈2006年完成的小说《不得往生》，内容基于作者本人的从业背景和工作经历，通过许半夏的视角，把钢铁行业中国企、民营企业、私人企业各个群体的生存百态，以及如何去拥抱机遇、迎接变化，他们的那种痛苦挣扎、奋发向上都讲述得特别透彻。在导演傅东育看来，风吹半夏的破题点在于，虽然故事写的是钢铁行业，但实际反映的是一个许多人共同经历的年代，即便处于不同的行业、环境、城市，每个人都面对着一个勇闯天下、敢想敢干的年代。我们牢牢抓住的就是这一点，那是一个成长的年代，主人公们在时代的洪流中奔涌向前、奋斗拼搏的精神，是在任何时代都可以激励和打动人的。许半夏其实满身伤痕，可是你看不出，也是他不想让你看到，他唯一做的就是旁若无他，往自己的目标去努力。总制片人戴莹也深有同感，这种精神内核是不会随着时代变迁而磨灭的，它是真正能够引发当下观众共情的，所以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它做出来，而且要做好。上万我说了，风吹半夏成功上线、避开改开的技巧，明晃晃就是通过群像展现时代，而不是一个女性的发家史。这种大智慧真的很牛，也很爽。敢想敢拼的许半夏，重情重义的童潇琪，老实忠诚的陈宇宙，剧集一开篇就立住了钢三角的鲜明人设和性格魅力，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精明的赵磊、大家长舞建设、佛系的冯玉、蔫坏的裘必正、无利不起早的郭启东组成的滨海老板组，更是十分贴合人们记忆中90年代民营企业家的各色形象。风吹半夏以丰富的人物群像串联起90年代环环相扣的创业故事。关于演员的选择和角色的定位问题，傅东育透露，风吹半夏是一个以女主创业为主线的群像戏，他要通过群像来展现那个时代
而不单单是一个女性的发家史、女性的奋斗史。所以在剧本上，每一个角色这个都要有鲜明的人物性格、人物特点和发展轨迹，人物的起落张扬，而不是标签性、脸谱化的概念性存在。在一个导演的眼里，每一个角色都像绘画当中的每一块颜色，才最终凑成了这幅画。每一个角色都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变化。你们会觉得裘碧正是奸商，有没想过裘碧正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郭启东是个坏人吗？之后的命运会是什么？小陈出主意，童潇齐把那个贪图污染了，大家怎么看？是同情还是批判？我觉得要用这样相对复杂的状态来看待。在选角方面，傅东玉表示，他在看完阿奈的原著小说后，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人选就是赵丽颖。我和他在理想照耀中国时有过短暂合作，他身上那种比较有劲儿的性格，我觉得非常合适。在戴颖看来，赵丽颖身上的坚毅、倔强和执着，欧豪的讲义气，李光洁的情商高、内心丰富等都与剧中人物非常相像。剧中多位演员的选择都是主创根据剧本和演员本身的特质贴合起来的。所有演员在一起的组合有1+1=2的化学反应，在实际拍摄中，演员们也拿出了12分的认真。比如开播后引发广泛讨论的许半夏扇童潇齐巴掌的戏份，赵丽颖的手真的拍肿了。这个戏我们完全是顺着拍，从她匆匆上来，一脚踹开门，过去就抽，几乎没有走戏。我把调度大概说了一下就开始拍了。傅东玉说，受限于空间小，机位不足，演员们不得不多来几遍，拍这样的戏很伤人，我也很心疼。演员一遍遍地重复这个撕心裂肺的情绪，还好最后效果出来，大家都能体谅这里的每一个巴掌，观众会对于这场戏有足够的记忆，很大程度上是对于演员情感真切表达的喜欢。当然了，过把瘾北京人在纽约也是年代感参考资料，风吹半夏获得成功的很大一部分原因还在于年代质感的精细打磨和氛围感的扎实营造，全方位调动着观众的追剧体验和情绪共鸣。导演毛威说，现实主义题材剧的创作最难的部分就是对时代的把握。风吹半夏是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一直到2002年这12年之间的一段故事，离我们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因此剧组在诸如手机、汽车、自行车、手表、首饰、穿着打扮，甚至发型、皮鞋等服化道上面做了大量功课，花了大量精力去还原剧中许半夏的桑塔纳以及赵磊乘坐的雷克萨斯轿车都是那个时代有钱人的标配，已经消失了数年的翻盖手机则是那个时代大款的标志。街上墙壁上的标语和广告，家里绿色的半截墙壁都营造出浓浓的90年代气息。从1991年许半夏、童潇齐的牛仔服，到1996年他们事业小有成就时，许半夏的红呢子大衣、套装裙、波浪卷发、烈焰红唇，童潇齐的银灰色廓形西装，以及赵磊和裘碧正等人标准的双排扣廓形西装与花纹鲜艳的宽领带。剧中考究的服饰让观众称赞，一股怀旧风扑面而来。此外，90年代的楼房、室内的装潢陈设、汽车、街景等美术置景也都彰显着主创们对于细节的考究。我们参考了那个年代的电影和电视作品，比如过把瘾、北京人在纽约等，以及大量的画报等。你会发现那个时候人们的创意感非常强，服装的颜色、款式，甚至口红的颜色都跟今天有着很不一样的组合。傅东玉表示，90年代对于美的追求的夸张程度要比现在大得多，比如我们就努力还原了红配绿的这种配色。导演毛威则透露，剧组为赵丽颖准备的服装大概有300多套，试装最后穿过的有180多套，而实际在成片中呈现的是120套左右，每一件衣服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比如这段戏拍的是1991年，我们就找1991年时期的衣服，有的衣服都是从收藏家那儿收过来的，下了很大的功夫。除此之外，毛威导演还介绍，在筹备阶段，剧组曾走访中国不同地域的钢铁厂，实地选景1000余个，实景改造300余个，这些准确的年代场景与细节还原，为剧集的现实主义质感夯实了基础。我们还梳理了中国钢铁行业的政策变化、产业结构变化，以及钢铁的产能、GDP、钢铁产业工人的数量、薪水、涉及的不同地区差异等。
在真实的服化道和场景还原基础上，导演傅东育进一步对风吹半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创造，要表达。实话实说，我觉得胆子大一点，整个戏的影像风格不是那么真实，不是说不写实，而是要有强烈的情绪色彩的表达。比如我们会用暖光从窗外打进来充当阳光，而房间里经常会用冷调的光来衬托演员的面部，这样做会让人觉得既是那个年代，又好像不是那个年代。这种似是而非的风格，既会产生某种意义上的怀旧感，又会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新鲜感。让人慨叹的是，风吹的不止半夏，而是一整个时代，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真的很赞这种暖暖的正能量和风向。在得年轻观众得天下的影视圈，现实题材剧如何破圈是共同的课题。风吹半夏所触及的时代浪潮与今天有不少距离感。许半夏的造型再生动，也是相册里的妈妈。在喜欢谈论躺平或是内卷的当下，她为何能最终带动年轻群体与那个蓬勃的年代产生共情？导演傅东育说，风吹半夏显然是一个典型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这里的批判不是贬义，是说我们回望那个年代的闯劲儿，那一代人敢为天下先，勇敢地说出欲望，并且脚踏实地地一步一步地走向梦想。这一点能够给今天的年轻人以激励和鼓舞。在许半夏这群人身上，虽然可能会有偏颇，可能会有那个时候的局限性，但是骨子里的精神力量对今天依然有着感召力。总制片人戴颖也表示，风吹半夏不是一个工业题材，是一个时代群像闯剧。风吹的不止半夏，是以半夏为代表的一个时代人的经历。片头是一只蝴蝶在钢铁厂、滩涂码头、半夏成长过的地方飞舞，非常轻盈，非常美丽。每一个小人物在大的时代之风中奋力生长，又和他人有情有义，很现实，也很温暖。话说到这，但凡熟悉本频道的朋友都深知这个蝴蝶的隐喻了。有时候人类的思想存在着大量的亮点和交集，只有与别不同的感悟，才有殊途同归的别致。所以很多情况下，单纯的所见即所得，不用经过大脑处理的话，简单吃瓜的普罗大众只能跟着吃瓜歪嘴们一起享用瓜皮，津津乐道了。例如这次王一博出现在香奈儿新品发布会，大家都感觉他畏手畏脚。当然了，一些极其好玩的片段，您在俗套的机器人频道是看不到的，因为精华素都被俗套掩盖抹杀了。欢迎您在本频道的短视频区自行比较。这场晚宴上，他的表现异于寻常，整个人表现得相当拘谨，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各种解读。没想到王一博还是个有点社恐的人，如此腼腆的表现，着实惊呆了一众网友。看他在舞台上唱跳如此的风情万种、帅酷，没想到在这种社交场合跟我们无异，也是肉眼可见的紧张。其实王一博的反差表现常见，不熟悉的领域中就会无法融入进去，如果不是因为他是品牌大使，按照王一博的个性，定然不会去的。这已经不是王一博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了，其实表现的腼腆，不过是因为整个晚宴属于人声鼎沸，相对比较私密的空间。王一博本人也是个慢热的性格，不过是一场晚宴而已，这是他的工作，毕竟新品发布会，王一博是唯一身穿2023年春夏新款的品牌大使，更是稳坐中心位，可见人家品牌的重视程度。王一博进入场就很有礼貌地跟李少红导演问候，随即就被工作人员安排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了。而他腼腆拘谨的一面是在散场的时候，众人纷纷站起身来，而王一博却呆坐在位置上，双腿并拢，两手插在腿中，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特别是眼神中那股天真，这才是被网友各种调侃的地方。有人说，哇，第一次见王一博有这样的一面，看起来像个孩子，等在哪里让妈妈接回家的感觉。还有人说，一直以为这个男人很帅很酷，没想到现实中有种邻家男生的感觉。很无辜的眼神中透露出无助、呆萌的感觉。王一博在自己的领域中，眼神很凌厉、很坚定、很自信，但是在不熟悉的地方就会发呆、发懵，透露出一种孩子的无助。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面，所以呢，我们也无需过度的解读。每个人看到视频会有不同的想法，
纵观王一博这些年的表现，大部分对他的印象就是一个很酷的人，很帅的男人。很大原因是王一博带着街舞出圈，跳舞是真的很有个人魅力，表现力跟感染力十足。在王一博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很有体育运动员的风采，虽然身处于娱乐圈，又是偶像爱豆出身，但是他很多的表现却很低调，并非在爆火后各种的消耗自己的热度跟流量。如今王一博转型电影圈，拍摄的作品迟迟未上映，再加上他又出现在乌镇戏剧节，更是引发了不小的争议，都在想王一博是不是会通过去尝试话剧来提升演技。对此呢，貌似有爱的大 V 都说，他不过是一个去看表演的看客而已，不要过度的解读了。申万我连续3天都应和了。王一博之前飞抵上海参加乌镇戏剧节，结束后跟朋友们一起露营，也算是自己的私人行程，没想到因为他的热度跟关注，整个行程都被人紧紧盯着，这也许是他非常苦恼的事情。现在呢，有爱的大嘴们都留意说，王一博结束行程后独自一人回京，没有助理陪伴，穿着一如往常，去跟回都是一身行头，可见私下的他没有太多的明星架子，也是很接地气的，所以各位还是不要过度解读了。所以申万我只想说，过度解读这4个字用在不太会说话的大 V 嘴里，本身就是解读过度了。为什么申万我会这么说呢？因为解读是需要事先理解的。比方说跟赵丽颖对手戏，没有理解角色，走进人物，就会让人没有自信，没法火花。这就是申万我常说的粉随正主，没有理解加持的话，一不小心就是乌镇事件中的粉碎正主了。这次的风吹半夏有个小插曲，就是导演原本只是让王劲松来演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罢了，结果呢，谁知道他直接演成让观众恨得牙痒痒的渣爹。风吹半夏选角之际，女主许半夏的父亲许有仁成为一大难点，因为他一方面亏欠亲生女儿良多，想弥补无能为力，一方面又受限于重组家庭形式颇有喜剧人风格。导演思前想后，决定请倪大红老师出演，毕竟他在都挺好中将年纪大不洗澡一心只爱小保姆的苏大强刻画得深入人心。只是当他看完剧本后，发现这个不称职的父亲威力比手磨咖啡还要大。为防止被观众的骂声淹没，倪大红婉拒导演傅东育的邀请。万般焦灼之际，导演突然想到曾经的老搭档王劲松，导演主动联系王劲松，告诉他手里有个比东叔还坏的大反派需要他出演。王劲松一听立马答应，没曾想被忽悠进组，仔细钻研剧本时，才发现许有仁的确让观众恨得牙痒痒，但却不是他所想演的反派大 boss。不过接都接了，只能硬着头皮上。为将许有仁的市侩精明的人物性格展露，王劲松特意给他设计一个薅头发的小动作。事实证明导演选对了。剧播出后，不仅有观众评论到成功取代对苏大强的讨厌，就连饰演女主许半夏的赵丽颖都被亲生父亲嘱咐不要入戏太深，说这次的父女关系又不太好，希望你不要太入戏。女主亲爹搞定，与她有大量对手戏，后妈又成为一大难题。导演一心想找个气质佳、演技好的女演员，但因为后妈人设不讨喜，不少演员都避之不及。就在此时，女主赵丽颖向导演推荐刘薇薇老师，毕竟她饰演的崔三娘可谓是温柔端庄，加之也曾与王劲松在《大唐荣耀》中演过夫妻。不过她看到剧本后也担心人设问题。就在这时，赵丽颖一句“妈，我是许半夏”，成功将她带入戏，即便只是客串她的演技，还是让观众为之叹服。剧中面对许半夏借钱时，她就差将嫌弃刻在脸上，但得知许半夏成为千万富婆时，上赶着巴结的讨好模样，一点看不出先前的局语。除去两人外，老戏骨刘薇、冯佳怡也都贡献神仙演技，配角都如此出彩，主角又怎会拖后腿？你敢信吗？赵丽颖为许半夏试了350套衣服，剧组为最大限度还原上世纪90年代的风格，以及许半夏作为款儿姐的真正形象，精心为她准备350套服装。经过长达3天的试装，最终敲定180套衣服。其中还有不少是从收藏家手里借来的。180套服装按照36集呈现的话，许半夏平均一集就要换5套服装。咱就是说，这哪是风吹半夏，简直是奇迹半夏。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当初风吹半夏筹拍时一直没有定下女主角，因为原著中许半夏是个非常复杂的角色。母亲因她难产而死，父亲给她取名半夏，意欲生而有毒。这也造就许半夏敢拼敢闯的性格，她靠自己双手在男人占绝对主导的钢铁行业杀出一条血路。人设不是无脑的傻白甜，剧情也不是一路靠男人扶持的虚假大女主，再加上正午阳光出品，因此不少女星为这个角色抢破了头。据说就连当红小花杨紫也来试镜。就在选角迟迟没有进度时，导演傅玉东脑海中浮现赵丽颖的身影。两人曾合作过《理想照耀中国》，对于赵丽颖身上的那股拼劲，他记忆深刻。而赵丽颖也和许半夏的成长经历十分相似，她从跑龙套的配角不断努力拼搏，才拥有如今的收视女王地位。导演傅东育立马找到赵丽颖，对方一句话让他坚定赵丽颖就是天选许半夏。除此之外，欧豪的加盟也十分有看点。开播前2集他就贡献被赵丽颖狂扇耳光的戏份。事后赵丽颖在采访中透露，这是她整个拍摄过程中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毕竟她还从未因打人把受扇肿一圈，但这只是欧豪挨打的开始。拍摄不让一同出狱的好兄弟误入歧途的戏份时，他为展现人物的狠劲，一口气朝头上连砸14个酒瓶，但他并非只会挨打。不管是冰场看向野猫的拉丝眼神，还是送给许半夏发夹袒露心迹的小心翼翼，都被他拿捏得恰到好处，为让人物有代入感。剧组在筹拍时就花费大量时间与资金复刻每一样道具，不仅准备老式 VCD 和座机，就连手机铃声都要对应。但剧组的仔细远不止此，甚至还需要观众拿着放大镜看剧。风吹半夏拍的有多真实，老百姓的酒桌文化都被扒了出来。第14集可谓是硝烟四起不见血刃的鸿门宴。随着许半夏进门，修罗场正式展开。自诩老大的武建设坐在位置最高的主桌，作为滨海最有资历的老大哥，又是酒局发起人，他绝不可能将这个座位让给别人。许半夏进场后，其余几人邀请他上座，足以见得他在钢铁行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他的盟友赵磊此时因无权无势，只能坐于最末端。面对武建设的邀请，半夏并没有给他面子，反而是站到盟友赵磊身后。因为一旦坐过去，既打了赵磊的脸面，又等于认同武建设给他的不合理股权分配。而这部剧里值得揣摩的剧情还有很多。剧中贪图被污染后，一位老太太嘴里说着不得往生，手指的方向却朝着陈宇宙。因为贪图污染的注意是他出的，此后他患上癌症，恰好验证因果循环。欧豪饰演的童潇齐没坐牢之前是长发，刑满释放后变成了比寸头略长一点的发型，符合现实中对服刑人员的规定。许半夏回到家找父亲借钱时，背景音乐却是同父异母的妹妹在唱小白菜，讽刺性直接拉满。许半夏、武建设等人远赴俄罗斯进废钢时，却被骗子空手套白狼骗走全部定金。此时画面中出现5个套娃，代表他们被骗子一步步欺骗，但最后一个套娃的朝向却与其他4个相反，暗示在场的唯一的女性许半夏会做出不一样的决定。许半夏好不容易找到渠道进来废钢时，却得知钢价下跌的消息，画面立即给向刚才掉落的镜头，体现许半夏如坠冰窟的心情，而这只是剧中精妙细节的冰山一角。许半夏劝赵磊到自己公司就职，饭馆的窗户上却贴着美色，暗示赵磊被许半夏的美貌打动。等到赵磊出来时，镜头给到饭馆上的价廉，隐喻许半夏的公司对他来说不值一提，能答应与合作只是因为许半夏这个人。正片情节这么精彩也就算了，就连片头爱磕细节的剧组也不放过。片头一只虎斑蝶穿过钢厂飞跃滩涂，要知道这种蝴蝶外表美丽但暗含毒素，与女主半夏的名字遥相呼应，难怪编剧张挺有底气说这部剧有纪实意义。所以时到如今，风吹半夏播出1周就迎来人民文娱的点名表扬。就这，谁能不说一声本年度最大黑马呢？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深问我。只想说，2个父亲候选人闹出的这个小插曲，真的对比感强烈，所以99.999999人相信王一博香肠怯场的说法，其实忽略了一个人的存在。
而这个人的气场超级强大，所以产生出来的对比感，让不少人产生了严重的错觉出来。那么，为什么申万我会这么说呢？虽然王一博早就结束了香奈儿晚会的行程，还被网友拍到他穿戴整齐赶飞机的视频，可他在香奈儿秀场上的一切才刚刚通过各路博主的反图出现。粉丝们早在秀场当晚看到了王一博局促夹腿取暖的社恐模样，也看到了他穿着超级礼服坐在了全场的 C 位，同时也看到了王一博在大表姐刘雯身边的模样。从2016年的首次相见，到2020年的首次以香奈儿品牌形象大使的身份同框，到2022年的一起看秀，王一博与刘雯在内与总共就有的3次相遇，王一博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初遇见是在天天向上，王一博还是天天小兄弟中的一员。那时候的王一博还尤其稚嫩，刚刚从韩国归来，迫切的希望可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也拼尽全力的抓住这个机会，希望可以留在那个舞台。所以当其他小兄弟看到刘雯这个国际超模时，眼神都不由自主的盯着刘雯，只有王一博依旧目光放在前方的观众上。即使是被汪涵老师推出去与刘雯一起走秀，王一博也是以完成任务为主。只不过那时候的王一博与刘雯同框，真的是太过幼稚了，是个名副其实的小孩子。没有人相信彼时那个小少年会与身旁的超模有同一个品牌代言。而2020年，王一博以香奈儿品牌大使的称号与刘雯同框，那时的他已经不再是那幼稚的模样，长成了青葱少年，也比4年前多了几分刚毅感。因为《陈情令》的爆火，王一博比以往遭受着更多的流言，他不得不快速成长，不能再以过去小孩子的模样出现。在爆火之后拿下香奈儿，是王一博与品牌绝对的契合度，也是他的商业价值被业内所认可，没有重蹈巨爆人只能火3个月的覆辙。2022年，王一博与刘雯的第3次遇见，距离第1次已经过了6年。王一博从2016年走到如今，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磨难，只有他自己知道。第3次与刘雯相见，王一博身上的气场已经不弱于这位国际超模。都说红气养人，王一博从2019年至今已经走过来4年。在这4年中，因为磨难，王一博收获了诸多荣誉与赞扬。他身上的气质早已与当初不同，曾经那个在超模身边目不斜视的小孩子，变成了可以出席同一个晚宴上的男人。这份蜕变不可谓不大。很多时候，追王一博时间比较久的粉丝，因为一天天地看着，是比较不出来王一博的变化与成长的，只有对比之下，才能惊觉这份蜕变。6年的时间，王一博从小幽默稳坐商业价值榜首，顶流之位他不想要，兼具实力派才是他的目标。娱乐圈每天有那么多艺人进圈，可有几个人可以有王一博的能力？在王一博心中，刘雯绝对是前辈，值得尊敬。于是，当王一博用了6年的时间3次与前辈相见，不知道刘雯会不会也会惊讶于《天天向上》里那个小孩子的成长呢？新万我在短视频区释放的对比感，您看了之后或许都会感同身受。这个少年的足迹和成长，但是呢，他的天天向上的习惯还真的没有改，所以现场当中的表现让坐在强气场旁边的他相当的内敛。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只能说低调内敛以及倾听，一直都是宝藏男孩的宝藏所在。只有倾听才有学习，只有沉淀才有喷发。当然了，只有被社会鞭策敲打过，被挫折重击刺痛过，并且擅长总结和思考的人，才能感同身受深万我的肺腑之言。所有拍拍脑袋想当然，人云亦云随大流的人，是不需要这些理解的。理解正主，远不如模仿正主穿衣打扮来的时尚和便捷。这就像点赞王一博、点评王一博一样，哪有动动手指头那么简单？背后除了真实的理解，也需要真实的态度和全面的想法。尬吹尬黑很容易让人无语和无感，就像大家一边冷嘲热讽王一博社恐，一边居然还说可爱，这种说法真的很分裂。这一点的操作，党媒官媒倒是做了个不错的示范。很多人都说11月的快乐是白敬亭跟田曦薇给的，那么这12月的欢乐，自然是来自赵丽颖、李光洁主演的《风吹半夏》了。
没有甜到掉牙的爱情，也没有狗血的剧情，风吹半夏却直接杀疯了。从口碑到收视率，简直双丰收。作为一部顶流演员主打的年代剧，风吹半夏其实被很多人盯着，一些不看好赵丽颖的人更是虎视眈眈，想要看到这部剧以扑街的大结局收场。但万万没想到的是，赵丽颖的演技不仅不需要被吐槽，风吹半夏还令豆瓣网友心服口服，拿下了8.4的高分，这在顶流演员主打的电视剧中，算是特别少见的。一路上高开高走，有着来自顶流号召力的支撑，也有豆瓣口碑当保障。风吹半夏的收视率简直就是 YYDS， 别说浙江卫视的收视率登顶第一，就是江苏卫视的收视率也一样排行靠前。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即便是被分流，风吹半夏还是一样牛。好作品不仅观众喜欢，官方平台也会极力推荐。风吹半夏口碑收视双丰收，也得到了人民网的亲自点评。言语虽然犀利，但观点一针见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人民网点评风吹半夏避免不了大女主的一些美强惨跟金手指的特征，但该剧还是通过塑造鲜活有生命的故事，铺展开了一幅多彩的时代画卷。很显然，人民网对风吹半夏的点评没有完全觉得它就无可挑剔，反而褒贬相结合。为啥说人民网的观点一针见血？其实有追剧的观众也确实能够深有体会。女主许半夏确实是个美强惨的角色，小时候生活不幸福，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打拼，这在人设上确实离不开大多数励志剧的套路。在创业这条路上，她又遇到了很多贵人，靠运气扭转了很多局面，所以这一点评价很到位。但综合来看，风吹半夏的剧情还是新颖的、励志的、有看头的，至少不会跟杨幂的《爱的28定律》一样，表面上看着好像是一个职场女律师的职场之路，实际上的重点却都是在谈情说爱，没有什么励志含量。相对比之下，赵丽颖风吹半夏的重点就更加注重女主的创业之路，表现出来的大多数她在事业上如何叱咤风云，而不是在情情爱爱上如何如鱼得水。当代影视剧大多数都是靠走情感路线吸引大众，所以少了很多新鲜感，但风吹半夏却不一样，这就让人们瞬间眼前一亮。加上在刻画人物上，导演也抛开了一切美颜效果，呈现出了演员最真实的状态，这就让角色更加有了现实感跟代入感。所以说，人民网对赵丽颖风吹半夏的点评观点一针见血，开头就说出了这部剧的不足之处，言语犀利，却又说出了该剧出圈的理由，每一句都说到了观众的心坎里。当然了，许半夏身上的女主光环并不会让人觉得讨厌，其实也更加能够体现出了那个时代创业的特征。90年代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大多数都具备了胆量，也需要一定的运气，这些许半夏都有。而赵丽颖也演出了一个让人看起来热血沸腾、干劲满满的女主，这无疑就是成功的。总而言之，风吹半夏在年代剧中算是出众的，在顶流剧中更是出圈的。人民网说的一点都没错。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其实更佩服整个剧组的机智，能够把一部改开剧整容为励志剧，能够把大女主打造成群像剧，这样的团队大脑和幕后操作，放在王一博的身边，长空之王会突然撤档吗？当然了，撤档的硬核也同样欢迎您自行回顾，抛砖引玉。周末愉快。